从生活的角度谈谈房产。大家好，我是老张。在加息的大环境下，美国各地大部分的房地产都在降温，甚至大幅降价。然而，尔湾的房价走势似乎稍有不同。这对于正在尔湾看房的买家，或是持币观望的买家来说，真的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比如这个在尔湾 Portola Springs 3室2.5卫的 condo，Open Door 在22年7月132万买入，现在挂牌116万上市，半年血亏16万。Open Door 亏损的房屋还有很多，这同时也代表了一部分在尔湾的炒房客都出现了被套牢或是亏损的情况。很多在尔湾看房或是正在观望的自住屋买家拍手称快，也庆幸自己去年没有入手。与此同时，我们来看这栋 Portola Springs 3室2.5卫类似的 condo，上市一周就进入 ESCO，我的客人都还没来得及出 offer，即使第一个买家退出，同样在一周之后就有买家愿意接手。在几次提交 offer 都遇到竞价，我的客人决定去 Lake Forest 看看，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转。在 Baker Ranch 这栋2017年新建的小户型独立屋，上市一周就被抢走。Baker Ranch 学区平均大概6分，虽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小区，但是独立屋占地面积很小。我们看到这一栋甚至都没有 driveway，仅仅是因为靠近尔湾、靠近大公园，就被喜欢的买家争相追捧。一边是投资客折戟沉沙，另一边自住屋买家在尔湾抢房的压力也没有减少。怎么认识当前尔湾房屋价格走势的特点呢？我们来看这张图。尔湾房屋的租售比不高，大部分的投资客在市场上是希望快进快出，持有房屋一般不会超过2年，最好在半年之内就能盈利出场。他们看重的是市场短期的走势和泡沫，往往靠着充裕的现金而加价抢房。投资客分析市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需要分析利率、股市、建商，甚至就业率和就业市场等等。简单的说，现在利率升高，大部分靠贷款的买家持币观望，造成价格横盘，这样投资客和短期炒家无法盈利，只能止损。现在大量的舆论都在炒作房价还会进一步下跌，希望大部分的买家都等到市场回暖的时候再入场。然而，等到房屋市场回暖，贷款利率降低的时候，靠贷款的买家蜂拥而入，真的我们又能抢到自己喜欢的住房吗？我个人对这个观点还是保持怀疑态度。从自住屋买家的角度，自住屋的真正价值在于居住价值和长期投资价值，这里的长期通常要指5年甚至10年或者更久。那么在尔湾的自住屋买家，尤其是靠着贷款买第一栋自住屋的买家，该怎么分析尔湾房屋的走势呢？今天的视频我就从生活和常识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会先分析在尔湾买自住物的3个核心点，然后结合我自己的经历，谈谈在尔湾买自住物的3大纠结点。如果有相同经历或者不同观点的朋友，都请点赞或是评论。对于正在尔湾看房或是考虑尔湾置业定居的朋友们，我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建议。房产交易数额不小，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在尔湾购买自住物的3大核心点：第一，自住屋刚需大于性价比。在尔湾置业定居，自然是被尔湾的工作机会、学区、生活、天气、环境安全、地理位置等等所吸引。至少从华人的角度，润到尔湾已经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关注的话题。自住屋的买家其实不会也不必太关注短期的价格波动，这个点可以借用国内房住不炒的原则来理解。自从08年经济危机以来，尔湾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相应的房价也上涨迅速，让我这个老尔湾人觉得自己是越来越穷。但这也丝毫没有阻止人们想迁入尔湾的热情，尤其是最近半年，30年住房贷款利率上升接近1倍，尔湾的房价也没有相应的大幅下跌。由于尔湾上市房源下降，还间接推高了邻近城市 Lake Forest 某些新区的房价。从居住价值的角度来说，目前是价格低于价值的可能性还更大一些。第二，月供负担能力大于租售比。尔湾的租售比低是投资客不投资尔湾的主要原因，但对于自住屋买家来说，几乎不用顾虑租售比的问题，因为他们可以提高首付比例来降低月供。虽然拼命攒首付来对抗房价的上涨，并不是一个愉快轻松的经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朋友都有类似的经验，也包括我自己。但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阻挡买家的门槛，尤其对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高科技移民来说，他们对于月供的负担能力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的。
对于华人来说，攒钱也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尔湾的房价高，我们华人功不可没。尔湾的全现金买家中，华人的占比并不小。我们可以用常识来判断，尔湾的房价高，租售比低，但是离湾区西雅图的房价水平还是有相当的一段距离。而且最近几年，尔湾有大量的新楼盘在开发和上市，这其实是稳住了尔湾房价上涨的趋势。可以预见，等到尔湾的可居住土地都开发殆尽，尔湾的房价还将会更一步的上涨。第三，房屋长期投资价值大于短期价格波动。从投资的角度，购入房产相当于自己当自己的房东，月供利息可以抵税，本金类似于定期存款，房屋的增值还有相当的免税额度。与此同时，尔湾的房价在过去的10年几乎每5年就能上涨1倍，这个增量相当之可观。对于高收入或是不缺现金流的自住买家来说，在尔湾置业几乎是无脑的选择。对于第一次的买家来说，一直租房也是在损失租金和时间成本，他们的购买欲望也是不可忽视的。总而言之，短期的价格波动对于大部分自住屋的买家其实影响并不是像预计的那么大。即使在去年6月之前买在高位的买家，由于当时的利率比现在低一半，从月供的角度其实并不一定是亏损的。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尔湾最大的地主是尔湾公司，投资尔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投资尔湾公司，这跟在其他城市置业还是稍有不同的。总而言之，从以上这3个核心点来看，尔湾的房价可能在未来1-2年横盘或是微涨的可能性更大，跌的可能性其实相对是较小的。说完核心点，我们来说纠结点。在贷款利率和房价双双上涨的压力下，有些朋友能靠着自己的天赋和本能，迅速的理清头绪，当机立断锁定自己喜欢的房子。我想，多数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需要一段时间的看房与比较，才能真正的认识和看清买房本身内在的压力与困难。对于第一次贷款的买家，大多数都需要几年的精打细算，尽全力攒首付来对抗房价上涨的速度。在这个情形下，纠结其实是有时间和金钱的成本的。这个看房、比较、犹豫、等待、再看、再等待的几个月，甚至1-2年的过程中，尔湾的房价可能已经再创新高。看着不断抬高的预算，却只能买到和心中预期的理想差距越来越大的住房，买家可能会愈加的焦虑。目前这个房价横盘，其实对于自住买家来说，真的是可以一个开始看房的好时机。有多一点时间静下心来看房、选房，跟卖家砍砍价、试试水，其实是有助于选到自己真正心仪的房子的。下面我就来分享我的3大纠结点。我的第一大纠结点就是选尔湾还是尔湾周边的其他城市。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无脑选尔湾，因为在他们眼里，尔湾与其他的城市相比，就是正宫娘娘与妃子的差别。但是对于我这个老尔湾人来说，我在尔湾住了10年了，目前却是越来越纠结要不要搬出尔湾。余下呢，我就来逐一的分析，我为什么纠结的原因。我主要讨论的是图中这个蓝色线，处于下方和右方的几个城市，属于尔湾的华人生活的辐射区。先从安全的角度来说，阿万在全美最近几年都是最安全的城市上榜之列，所以呢，安全打5分。然后周边的城市呢，跟尔湾生活也差不多，也打5分。可能周边的城市可能更村儿一点，其实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更安全一些，但是对于我来说，就算无差别都打5分。然后来说学区，阿文的学区自然是全美的顶级。我为什么打4分呢？是因为我觉得太卷了，然后孩子的生活压力、学习压力都很大，家长也跟着一起卷，然后非常的焦虑。然后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这种学习环境，因为我的孩子眼睛近视，所以呢我就觉得视力更重要。对于周边的城市呢，其实从客观评价指标上，可能跟尔湾学区打分差不多，可能稍低一点。但是呢，华人的孩子特别少，所以呢就担心孩子长大了没有中国朋友，所以呢这一点都打4分。再来看交通便利，尔湾的整个城市设计呢是非常的合理，而且甚至可以说是科学，就是说几乎很少堵车，而且从教育、医疗，然后呢购物、休闲各个地方离尔湾这市区开车这15分钟车程就到了。
所以是相当之便利，我打5分。周边的城市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只是到尔湾可能需要上高速20分钟到半个小时车程。这一点在全美来说应该都是非常棒的，但是呢，与尔湾相比还是打4分。下面来说华人生活，这尔湾打5分，自不必说，因为尔湾有2个大华超市，让各类中餐馆已经丝毫不亚于洛杉矶的中餐，尤其最近这几年，到尔湾入住的华人越来越多。那周边城市在这一点的话就差一些。我前几年有同事家买在了那个阿里萨维尤后来生活实在是不方便，又搬回到了尔湾。所以考虑到种种因素呢，我给其他城市在这一点打3分。下面来说空气和安静的程度，在这一点我给尔湾打2分，是因为我特别的挑剔。总体来说，尔湾的空气和环境那是相当之不错，但是呢，由于我的小孩自从2、3岁以来一直在咳嗽，然后过敏，然后一打听，周围很多小孩也有同样的问题，就过敏、咳嗽，还要吃过敏药。其实从停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车刚洗完，在尔湾不管哪个区，停到第二天，上面都是一层灰。主要因素呢是由于405和5号贯穿尔湾的市中心，这一点带来了不少的噪音污染和空气污染。那周边的其他城市，尤其离尔湾市区远一点的，那空气安静程度、绿化都大大高上一个档次。这一点呢，我给其他城市打5分，因为我是有亲身的经历的。下面来说知名度，尔湾的知名度在最近几年真是名声鹊起，各方面社会各界名流、明星，包括高科技移民都纷纷入驻尔湾。我们小区就有几户从国内刚润出来的财富自由的退休家庭。在这一点上呢，其他城市可能只能打1分，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尔湾周围有其他什么城市。然后来说最重要的房价，那尔湾的房价这遥遥领先于 Orange County 的平均水平，我打1分。周边的大部分的城市基本上还是处在那个 Orange County 的平均水平，我打3分。最后从选房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选定了尔湾，那要选房的难度大大减小，只要在尔湾的市区选就可以了。如果是要在周边的城市，北面有 Orange、Anaheim Hills 等等，南边有 Lake Forest、Mission Viejo、Aliso Viejo、Laguna Niguel、Ladera Ranch、Rancho Santa Margarita。其实这一圈选过来难度不小。我去年1年在周围的城市看房，看了好一段时间，但是呢，还是很难选定究竟哪个区好与不好，这个选房的难度大大增加。下面我们来看总分，这样一算呢，总分尔湾的29分，其他周围城市呢打26分。这样一比较的话，就说明我的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我选择尔湾，虽然我思想上非常的纠结，到底要不要搬出去，但实际上确实目前还没有下这个决心。好，下面来说我在尔湾市选房的第二纠结，就是在尔湾市内怎么选的问题。假定我们已经选定要在尔湾市选房，那么要看的第一点就是学区。在这一点上，Uni High 高中绝对是第一档的存在。很多人孩子大了都要往这个学区搬，买不了房的都要往这个学区去租房，让孩子上最好的高中。我前面也提到过了，我的孩子有近视的风险，所以我并不是特别喜欢特别卷的环境。而且据我所知，如果在 Uni High 不是特别拔尖的学生的话，生活压力和学习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在这一点上，我个人选非 Uni High 学区。然后呢，是选老城区还是新城区？在老城区呢，生活更加便利。然后呢，房子的建筑呢，大部分是70、80年代的老建筑。这样的话，在小区里面，街道很宽阔，房屋与房屋之间的间距也很宽阔。然后呢，老房子的地更大。相比较而言，新城区的话，那个房子间的间距就更小了，然后房子的占地也更小，但是房子更加现代，然后用建筑材料各方面也是最新的，然后在房子内部的设计呢也非常符合现代感。在这一点上的话，我个人偏向于老城区，但是其实可能更多的人是喜欢新城区。剩下2点的话，就不单单是在尔湾的选择了，可能在整个加州或者全美都有这个选择，就是要选独立屋还是非独立屋，以及要选装修，需要自己装修房还是选拎包入住房。
在这一点上的话，我个人喜欢独立屋，因为独立屋有完全的地权，可以自己改扩建。非独立屋的好处是，HOA 可以负责大部分的房屋维修，这样住户自己呢会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对于需要装修房和拎包入住房的话，其实各有千秋。因为需要装修房的话，自己需要投入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拎包入住房的话，当然省了很多时间，但是呢，就很难以确保这个装修的材料、装修的质量。在这一点上的话，以后有时间再给大家做视频讲解。那么在我的这个选择下，就出现了一种完美的户型，就是在老城区，在区内的好位置选一块大地建一个新房，然后呢，又最好是还带有风景，比如说湖景或者是公园的景色。那这样的房子存不存在呢？我个人是看到有不少这样的房子，但是呢，价格都成倍的增加，已经大大超过了工薪阶层能负担的范围。在这里的话，我就不讨论了。再来说第三点，在尔湾究竟是需要租房还是买房？这个要从我自己的经历说起。8年前，在股市大亏之后，我放弃了当股神的幻想，毅然割肉剁手入了一栋尔湾的小黑屋。虽然在交易完成的当天，我的银行账户只剩了$20，我还是觉得自己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马上就能走上人生巅峰。然而，实际上每个月月供总和比租金高，大概$500多，再加上翻新维修的费用以及应付房客的时间和精力，我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房奴，还得跟父母要钱才能单独出去租房住。为了摆脱一个旅店老板带着4个旅客注定要孤独终老的生活，现在的老湾，我当年的模式已经很难复制。用20%的当配贷款买下的刚需学区房，每个月的月供总和可能要比正常租金高出一两千，甚至还更多。在这个情况下，尔湾租房自然成为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决策，省下来的首付可以放在其他投资渠道，比如可以投资租售比更高的房产，甚至可以产生现金流的城市或者区域。在首付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这当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买房也要看缘分。有的朋友可能没看多久就找到了特别喜欢的，一见倾心，从此以身相许；也有的朋友看个一年半载也下不了决心。还有些细致理性的买家，对春夏秋冬四季的舒适度都有足够的了解，下单之前再看个50次，早中晚的采光、噪音、屋子的朝向，所有的细节完全把控。下单的时机最好是拖到11月、12月。如果之前 ESCO 有过前任买家退出，甚至是遗产房，最好直接能砍下几万。总之，不论是爽快的买家，还是像我一样纠结的买家，都祝大家在新年在尔湾选到自己中意的房子，大展宏图，心想事成。